哎，这是今天的啊，我们新的构图。哎，新的构图，这是也是啊，我们一个就是说江边的一个小景。哎，江边的一个小景构图。哎，然后我们今天的构图是个说一说一个满构图，就是我们啊常讲的满的构图。哎，深远的构图法。画之前，大致的啊，大致的构图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放大以后，可能要里边加一些东西啊，对不对？进行画面的有时候调整。大家稍微看一下，哎，这是个，对吧？这是个小稿啊，小的草稿。我们根据这个画面，哎，我们去处理，可能就是需要有的画面，就是说，在原来的构图上加一些东西或者改变一些东西，对吧？草稿这是个打个基础啊，打个基础。它的整体看啊，它的整体这个景致都是在中间的部位。哎，都是在中间的部位。也是啊，由近景开始画，我们还要由近景开始画。哎，先画近景的山石。你看，哎，画什么呀？哎，画那种斧劈村，画那种斧劈村。过来，你看，哎，侧锋，看啊，侧锋，我们斧劈村常用侧锋去表现，对不对？山石结构，哎，用侧锋去表现。哎，我们上一幅作品，对吧？上一幅作品画的都是那种哎短劈马、长劈马，哎那种皴法。哎，我们今天画一个，你看近景的山石，哎都是以斧劈皴为主，侧锋，对不对？斧劈皴以侧锋为主。哎，先把近景的大块山石画出来。哎，它是先画近景的靠近江边的，哎大石块，先处理个大石块，对不对？然后啊，下边就是什么？哎，下边就是这个靠近水边的那个平台。哎，平台，你看中锋过来，哎，也是啊，向下，你看它的笔锋向下去擦，去皴，这就是我们讲的斧劈的这种用笔。哎，斧劈的用笔结构也是啊，你看我们前面画这个平台，你看先画我们的那个平台上面结构，对不对？画完以后，斧劈皴处理它的横断面，你看侧锋过来，是不是？哎，先把我们前面水边的这种平台画出来。哎，先画上面结构。哎，三个平台，是不是？哎，三个平台。哎，先把它的这个上面平面画出来。平面画出来以后，我们再画这个横断面，下边就是水面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横断面画出来，你看它的平台的画法是不是很接近于我们传统的那种平台的画法？哎，画完以后，啊，侧锋擦一下，稍擦一下。不要说我们这个平台是个光面的，对不对？
哎，不能是光面的平台，它上面也有这个纹路，对吧？也有山石的纹路，用侧锋，哎，擦出来，用侧锋擦出来，再向上，你看过来，还是啊，下面就是我们上山的这台阶，对不对？从水面过来，哎，向上，你看，哎，就画的这台阶，哎，就是我们石头垒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向上的那个台阶啊。哎，结构，啊，画出来，长方形，对不对？哎，长方形，画完以后，侧锋，那我们今天用的斧劈皴，对不对？用的最多就是我们的侧锋的运用。你看，哎，侧锋的运用，是不是？对，生宣。我们这个课里边啊，不管是前面的作品，小的作品，还有斗方作品，还有我们后边3尺的、4尺的这个作品，都是以生宣为主啊，都是以生宣为主。你看，过来，我画一个大的石头啊，你看，我们怎么样去表现？刚才我们讲了什么呀？哎，讲了我们10分3面，基础的事啊，讲过10分3面。你看啊，这个石头，我先画这个轮廓线画出来，画出来以后，我怎么去把它的3个块面结构画出来？你看，对不对？分出1、2、3，前左右，对吧？石头的3个块面分出来，分出来以后，怎么去表现它的明暗？你看，左右去皴，是不是？哎，左右去皴，皴出来以后，把中心，看侧锋，是不是？很简单的就分出它的一个山石的结构，哎，一个块面结构。这是前面一个，后面我们看啊，再来一个结构，你看，还是先画什么呀？先画它的轮廓，对不对？哎，先把它的山石轮廓勾出来，然后里边结构，你看里边结构，哎，勾完结构以后，下边就是什么？处理它的明暗轮廓结构勾完以后啊，明暗皴擦，哎，明暗皴擦，看对不对？哎，就按我们讲的啊，就按我们刚才讲的这基础你去画，对不对？你看近景山石，它的石头只是形状不同，对吧？它形状不同，但是我们处理山石的方法，哎，处理山石的方法是不是都是一样的？对不对？分出前左右，分出3个块面结构，对不对？分出3个块面结构，然后我们再把它的明暗，哎，皴擦表现出来，对不对？切面，这是一组，哎，你就按这个我们这个讲的这个基础，对不对？10分3面的基础，你去画吧。只是它形状不同，但它的处理的方法，处理山石的明暗结构的方法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是一样的啊。哎，你看啊，山石结构，我们可以向后看，再来一个，是不是？哎，再来一个结构，再来一个结构，你看啊，也是分出前左右，然后它左面结构被前面山石所遮挡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只处理右面的结构就可以，哎，右面结构可以。然后皴的地方，大家注意一下，是在什么地方？是在结构线的后面，哎，是在结构线的后面。
哎，你看啊，这是上山的台阶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是前面的山石。哎，我再向后，你看台阶画的时候，我们要什么？蜿蜒崎岖，不要说，对吧？一条直线上去，你看，哎，一定要蜿蜒崎岖的，有个变化。你看中锋啊，过来，哎，向上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它的台阶是不是？你看蜿蜒崎岖的上来，哎，不要说一个直线上去，对不对？哎，侧锋擦一下它的台阶明暗，你看擦的地方，哎，就是我们这个台阶这个横断面，对不对？然后上面这个留白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这个台阶的这个亮面，就是我们平面结构。哎，这样去处理。哎，我们在右边啊，一个点景的小房屋，它是一个只露一个侧面结构，它不是个整体的啊，它不是整的一个房屋，哎，这是个侧面结构。你看侧面结构，哎，先把它的坡就是房顶画出来，你看啊，房顶画出来，是不是？相对来说啊，它这个房屋露的面积比较小，露出的面积比较小，对不对？哎，比较小。过来，你看啊，勾两个这个瓦的，对不对？勾它瓦的一个竖线，你看，勾瓦的竖线，然后瓦片儿，你看，哎，勾瓦片儿，注意什么呀？哎，注意它有一点弧度，哎，不要是勾着直线啊，你看，还稍微的有一点弧度，哎，来一点。它只是这房屋只露了一个小的屋角啊，哎，下面就是它的下面结构，房屋的结构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是我们就是说阳台的地方，你看它阳台的地方勾出来，哎，阳台的地方，下边是栏杆，你看，哎，小栏杆，它的建筑对不对？它的建筑在这个房屋的下面，房屋的下面都是什么？哎，都是那种，哎，就是说用这个木质的结构，对吧？就支柱、防潮，哎，把房子建在上面，下边都是放什么杂物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放杂物的，哎，南方的那种建筑啊，我们这是南方的一种建筑，哎，让它把下边虚下来就可以，下边虚下来就可以。画完以后，哎，画完以后我们画里边的结构，你看画完以后啊，这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房屋的这个支柱，对不对？然后下面你看窗户，哎，勾出窗户来，对不对？它是它，然后这是阳台啊，阳台这是屋里边这个建筑，对不对？哎，屋里的建筑，哎，擦一下，代表什么？哎，代表它的木质结构，对不对？哎，代表它的木质结构。哎，过来，你看啊，下面你看再过来，哎，再过来一个结构，哎，你看啊，这也是
它的一个侧面结构，它的一个侧面结构，小房屋也是简单的勾出来。看，我们这个也是啊，它只是个点景的，对不对？哎，点景的建筑，哎，勾两个，把它的大致的透视关系，哎，勾出来就可以。勾出来也可以。你上面的瓦片勾一下，哎，你看我们勾这个建筑的时候，和我们前面画什么呀？我们课里边有画那个江南水乡，哎，以建筑为主的，对吧？以房屋为主的那种构图，不同的地方在哪儿？哎，你看我们前面画那个建筑的时候，画的比较工整，哎，也比较细致，它的瓦片然后房屋的格式、窗户、门，对不对？哎，交代的非常清晰，非常清晰。哎，我们画这个结构的时候啊，对不对？它只是个点缀的，它不是以房屋为主的，哎，只是个点景的。所以说画的时候，你看，哎，把大致的它的房屋透视关系我们交代清楚就可以啊，交代清楚就可以。对，我们这个墨，看啊，我们勾这个房屋的墨稍微的重一点，稍微的重一点，也可以用浓墨。它因为什么？它这个景来说啊，它是相对来说这是近景的，对吧？它是近景的一个这个点景的，所以说可以稍微重一点，稍微重一点。用墨画出来怎么上色？跟着往后看，老师讲完怎样画墨稿以后，我就会给大家讲怎样上色的啊。对，我们每一次课啊，我们每一节课都是先画墨稿啊，完整的墨稿，从山石、树木点景、房屋的点景，然后瀑布、水流、小船，对吧？都是先把墨稿整体的完成以后，哎，然后我们再讲什么上色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完整的作品，哎，我们完整的作品。不是说我们啊，今天画一块山石，对吧？画两块石头就不画了，明天我们再接着讲，对吧？再讲，明天再画水，后天再画云，再后天再上颜色。我们这课不是一样的啊，我们的课是，在这一节课里边，把我们的墨稿、山石、树木、点景、云、水，还有颜色，哎，在这一课里边全包括在里边，让大家在很短的时间，对吧？你去掌握，不管是墨稿啊、石头的画法呀、树的画法啊，还有我们点景的画法，还有我们怎样去上色，对吧？都让你在这一课里边让你去掌握。就是我们每一个同学，你领一幅作品就能，对吧？就是虽然说用笔幼稚一些或者稚嫩一些，但是都能完整的，对吧？画出一幅完整的作品。这是我们这个课里的这个这个内容，也是目的啊，为了大家哎，就是说学了半天，一幅整的作品也画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现在我们同学啊，你看我们原来这个老同学们都是现在哎画这个整幅的作品都很好，因为什么？他就说我们在这一课里边所有的内容都去掌握了，不管是画树啊、画山石啊，对吧？都掌握了，然后怎样去画云，同学们也都掌握了，对吧？在这一课里边，所有的这个是要涉及到我们中国画、山水画里边的内容，在这一节课里边，在这一幅作品里边，都让大家去体现，哎，都能学会啊。哎，就是我们的课加内容，每一节课的内容都很丰富，包含的也很多啊，也很多。然后你去看啊，哎，我们看我们的课里边，对吧？春夏秋冬
大的作品、小的作品，哎，都有，都包括。然后春夏秋冬上色的方法，雪景的上色方法，夜景的上色方法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的内容里边都有。哎，我们你看，在课里边，对吧？画的来说啊，教的来说，大家都是教的大家这是这个技法，还需要我们在课下，对不对？在课下去什么？哎，反复的去这个复习，哎，反复的去复习。哎，你看，哎，这是我们点景的房屋，下面也是啊，哎，下边都是什么？它下边就是说防潮这个建筑啊，上面是住人，下边是放杂物。到南方，你看啊，到南方的这个建筑，你去看一下，哎，到这个江西啊，或者湖南、贵州一带，哎，它的山里边它的建筑，对吧？它就是上面是住人，下面放杂物，哎，这样的。这一块儿，哎，就是我们留白的地方。你看啊，留白的地方，哎，静静的。下面我们画树，看啊，为什么说我们这个课，就是说大家这个学的东西比较多？你看，哎，一幅画里边，大家看我们这个作品，看一幅画里边，静静的山石，对吧？点景的房屋，你看下面我们画树木。画树的时候，我们常讲什么？树十分三面，树分四枝。哎，一定把树的这种前后左右的出枝，它的透视关系表现出来。看，哎，先把树头先定下来，你看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先把树头定下来，然后向下，哎，先画树的左边这个结构线啊。我们习惯都是什么？先左后右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习惯都是先左后右，所以说，哎，先把左边结构画出来，画出来以后，再画右边结构。你看，画树的时候不要用侧锋，你看啊，大家记住，不要用侧锋，用什么？用中锋。哎，用中锋去画。哎，过来，你看，哎，过来以后啊，下边画另外一个树枝。看，哎，看，哎，把树干，对不对？哎，树干大的树枝处理出来以后，我们再，对吧？再安排，是吧？安排这个次要的小枝啊，次一点的小枝。看我们小枝穿插，你看啊，这是主干，画出来以后，你看，哎，可以伸出小枝，看，哎，在这主干位置，对不对？开始伸小枝，给过来，你看，哎，大家看一下是不是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这就是后边的树枝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后边的树枝。向左，向右，哎，出枝的时候注意它穿插，对不对？注意树枝的穿插。我们先把这个树枝前后关系，对吧？前后左右的关系，哎，先画出来。
哎，先画出来，大家看一下，你看啊，哎，看这树枝，你看啊，这是不是哎前面的树枝，对不对？前面左右后是吧？前后左右，它是四边出枝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它是四边出枝，不是单一的，我们就左边一个树枝，右边一个树枝，对不对？它是四边出枝的。哎，一定要把它这个前后左右出枝的，哎，这种关系，哎，我们表现出来。你看，哎，表现出来。哎，表现出来以后，下面我们要点叶子的时候，对吧？你看啊，已经树枝的前后左右，哎，我们这个关系处理了以后，你看下边我们点叶的时候，很自然的，对吧？随着我们的叶子变化，我们去点树枝的变化，我们去点叶子啊，点一些，我看啊，我们可以点一些大的这种混点。我们基础课里边也讲过啊，它的叶子分什么？大混点、小混点、大横点、小横点。哎，这是点叶的方法。还有后面我们基础课里还有什么夹叶数，对吧？三角形的夹叶数、圆形的夹叶数、介字点夹叶数、个字点夹叶数，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，在前面的都有基础的分解，哎，都有基础的分解。你看，哎，我们画一些大混点，大混点就是说啊，你看啊，画笔侧过来，把笔侧过来，先点前面那个叶子啊，看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先点前面的叶子。这时候我们笔中的墨相对来说啊比较重一点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它是比较重的墨色。哎，先点前面，哎，先把前面的叶子点出来。笔尖调墨，点出来以后，点后面的，你看，哎，点后面的叶子，哎，注意它墨的变化，哎，墨的变化。一笔，我们常讲一笔墨，一笔墨就是什么？你看啊，把笔洗干净，对不对？把笔洗干净以后，笔尖去调墨，哎，笔尖去调墨。有的新同学可能就是说啊，老师，这个我一直掌握不好这个墨的变化，对吧？是不是我第一笔蘸重墨，第二笔淡墨？不是那样的啊。你看，我们在笔尖调墨，调好墨以后，哎，你去画点叶子，你看，它很自然的在笔中浓淡墨。为什么？哎，因为我们调墨的时候，看清水把笔洗干净以后，笔尖调好墨以后，它在笔尖墨的层次变化啊，笔尖是重墨，对不对？然后到笔肚的部分，笔锋是笔尖，对吧？它是重墨，到笔肚的部分，哎，它是淡墨，然后到笔根就接近于清水，在这个笔中，它的墨的分的层次啊，浓，对吧？淡到清水。笔尖调墨啊，对，也可以打在公屏上增加一下记忆。老师给大家讲的都是老师平时画画总结的经验。你看我们为啥有的朋友说我一笔画出来怎么就没有深浅的变化，对不对？整笔去调墨啊，笔尖调墨。大家可以把这个笔尖调墨，对吧？可以打在公屏上，大家可以加深一下记忆啊，加深一下记忆。对，不要说哎，看，对，不要说整体的把整个笔摁进去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在笔尖去调墨。
然后调好了以后，你看啊，我们开始画的时候，哎，由浓到淡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哎，由浓到淡，由湿到干，是不是？你看它的墨色变化，每一组叶子，对不对？每一组叶子它都按我的这个啊，我们都按我教大家调墨的方法去画。它的叶子来说，对不对？不上颜色，不上颜色，它的叶子也感觉很丰富啊，很丰富。然后叶子的前后关系，对不对？前后关系也体现的非常清晰啊。过来，你看，由浓到淡，是不是？每一笔啊，我们不要怕这个，不要怕麻烦。有同学讲，哎呀，这调这个墨特别麻烦。你看，不要麻烦，你这个习惯成自然，养成一个习惯以后，你就很自然的每一笔，上完笔调墨，上完笔调墨，你就很自然的，你就形成一个习惯啊，这是好的习惯，对不对？好的习惯。咱们这个画画，对不对？和干别的一样，好的习惯已经形成。你看，由浓到淡，由湿到干，它的层次变化。它的层次变化到后面，你看啊，后面的树枝，你看，可以用稍微淡一点的墨，你看，我们可以调一笔，对吧？画一组叶子，调一笔画一组叶子，还要注意什么？注意我们树的啊，整体来说，树头、树梢的部分是吧？稍微墨重一点。靠近树干、树根的地方，你看，对不对？靠近树干的树根的地方，它的树枝，也比较少，所以呢，叶子来说啊，也比较少，对不对？就用淡墨，稍点一点叶子，你看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树的啊，树叶的点法。你看，注意什么？墨的变化，由浓到淡，有聚有散，一定要注意它这个关系啊，一定要注意它的关系。好了，我们接着啊，接着我们今天的作品，我们题款，同学刚才有同学有问题款啊，题款的时候，我们画这个山水画来说，题款还是以什么？行书为主，对吧？以行书为主，也是根据我们画面，比如说啊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们画面呈现的这个构图啊，它景致啊，对不对？去安排。比较工整一点的，我们就可以用什么？用楷书去题，对吧？稍微写意一点，像我们现在画的这种，对吧？小写意的这种，就用什么行书去题款。前面的树，对吧？前面的树完成以后，向后，你看，向后延伸。前面的树稍微高大一点，对吧？我们后面的树，你看，穿插过来，穿插过来，也是啊，先画树干。它因为树头部分，你看啊，树头部分是被遮挡的，对不对？是被遮挡过来。然后你看啊，树身、树干，
哎，这个树啊，哎，我们这个前面这个主要的这个点景树，它稍微大一点，你看啊，稍微大一点。哎，到我们后面的树，你看可以小一点。哎，注意它们树形的变化，你看，哎，注意树形的变化。哎，树形过来，因为我们注意什么？哎，这是我们上山的这种，对吧？台阶。所以说，哎，树让它围起来。哎，过来，你看，穿插一下，哎，穿插一下。这后面的叶子，让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叶子就稍微的让它淡一点，和前面的这个树叶去分开，哎，让它和前面的树叶去分开。看颜色，墨色稍微的淡一点，过来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稍微的墨色让它淡一点，拉开前后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拉开前面树和后边树的关系。哎，注意我们调墨，笔尖调墨。哎，不管是啊，我们画前面山石还是画后面的树木，一定要注意它，哎，墨色的变化。你看，哎，墨色的变化。哎，完成以后，你看啊，后面的树前后关系交代清楚以后，哎，向后画这个台阶啊，哎，过来，还是啊，中锋去画，哎，中锋去画，你看，向后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这个台阶这是水面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左面有空白的地方，这是水面，然后水面过来上了这个码头以后，是吧？平台，然后小石阶向后延伸，注意它的构图，哎，景致的处理，对不对？哎，一定要有趣味。你看，过来，对不对？向后延伸。到我们房子后面，你看啊，房子后面的这树木，注意，哎，不要画重墨，哎，不要画重墨，你看，哎，调一下，稍微调一下，啊，以大墨为主，对不对？哎，以大墨为主，树头，哎，先把树头画出来，你看，哎，以大墨为主。我们左边是近景的树啊，近景的树，到这个房子后面都是远景。到远景的时候，我们近浓远淡，对不对？近实远虚，哎，一定要记住这个关系啊。近实远稀，哎，过来，你看，先把树干大墨画出来，嗯，后边的以大墨为主啊，切记大家画这个构图的时候，哎，后面都是什么？哎，以大墨为主，哎，你看。我们调的这个一笔墨来说，也是啊，以大墨为主，笔尖稍微的啊，稍微重一点，越向下，墨色越淡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时候我们笔尖调的墨啊，相对我们左边的书来说，它的墨，哎，笔尖墨相对来说就比较淡，就没有开始的那么浓啊。
哎，也让它有，你看淡墨里边也有变化，对吧？也有深浅的变化，对不对？虽然是淡墨，它也有深浅的变化。哎，过来，你看后面啊，穿插都是以淡墨为主，哎，以淡墨为主。笔尖，这是一笔墨，但是它的一笔墨的笔尖的调的墨，相对来说比我们左边这个墨要淡啊。哎，你看要淡一点。画这个，哎，我们中国画靠什么呀？它不是靠我们颜色的去体现的啊，不是靠颜色去体现，靠我们墨的深浅去变化，对吧？靠墨的深浅去变化，用墨的就是近实远虚，对吧？哎，墨的浓淡去把我们的空间去处理开啊，去拉开它空间的关系。你看，给人感觉对不对？前面的我们的房屋，对不对？我们房屋的墨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重一点，浓墨画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到后面的树，哎，我们去淡墨画出来，给人感觉它的空间是不是就能拉开距离？哎，靠墨的深浅变化，哎，去处理它的画面空间。哎，处理的画面空间。你看到后面，哎，后面以后啊，是到后面它是稍微高一点的，哎，高一点的树形，哎，高一点的树形，它的墨，你看啊，为什么我们能把这个，哎，虽然都是点叶的这个书法，但是它的前后空间关系，哎，我们能表现出来，靠的什么？靠的墨的变化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靠我们墨的深浅变化，对吧？由近及远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虽然没有墨，不是，虽然没有颜色，在墨的处理上由浓到淡，它能把树的这种空间关系，对不对？哎，处理的非常清晰，它的空间关系，对不对？哎，一定要掌握什么？哎，掌握墨的变化。中国话来说，对吧？也叫水墨，以水墨为主。哎，水墨为主。哎，山就是说岸边的小的碎石画出来，然后后面就是啊，后面就是我们的远山。哎，先把山脚，你看啊，先把山脚画出来，它是透过来的，对吧？给树的后面透过来，淡墨一定要记住，哎，用淡墨去处理。哎，侧锋，你看啊，哎，我们用侧锋去画，和我们前面画山石的用笔是一样的。哎，侧锋去画，把山脚，对吧？哎，把山脚处理出来，哎，侧锋去画。你看，哎，前面结构，哎，侧锋，哎，就是我们啊，这也是我们斧皮皴的一种，对不对？哎，也是斧皮皴的一种，就是把斧皮皴，哎，结合在一起，就是长短的，对吧？大斧皮、小斧皮结合在一起的。你看，这是前面一个结构，哎，后面你看啊，
勾出山的大致外形，对不对？哎，大致外形。然后你看啊，斧劈皴，你看，对不对？侧锋，哎，皴出来。它上面，哎，为什么留白？哎，因为我们这一块啊是匀的地方，哎，是匀的地方。你看，哎，这是匀的地方。看，这是啊，我们斧劈皴，对不对？侧锋、大斧劈、小斧劈结合在一起的，哎，结合在一起的。我们画出山角以后，你看山峰，哎，先画山石的外结构轮廓，你看啊，轮廓画出来，是不是？哎，它的山峰轮廓画出来，结构，你看啊，哎，它的山石结构，山峰的结构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你看啊，很明显不，对吧？我们山峰，看块面前、左、右，对不对？哎，和我们刚才讲那个山石的这个十分三面，是不是一个面儿、两个、三个，对不对？哎，画山峰和我们画山石，它的块面处理的方法是一样的啊。你看，然后根据我们这个结构，你看向下去皴，斧劈皴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斧劈皴，然后到右边以后，你看笔锋侧过来，是不是？哎，左边的结构向左向下，对吧？左下去皴，右边的结构向右下去皴。你看，过来左右，你看，哎，它这个，对吧？这是我们山峰鼓起来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山峰鼓起来的地方，哎，下边皴下来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结构是不是我们画这个石头的结构一样？用笔的笔触，哎，它山石分这个块面结构是不是一样？哎，所以说掌握了我们山石的这个处理方法，同样也可以用在什么？哎，用在我们山峰的处理方法上面，是不是？哎，向右下，你看，向右下去皴，哎，右下去皴，看，这是个山峰，哎，左边，哎，再来个小的结构，你看啊，小结构，轮廓线勾出来，然后里边结构左右左右，你看啊，哎，左右去皴，是不是？哎，记住我们画这个，我们昨天画这个披麻，就是我们画这个云海这个山石的前面，是不是也是左右去皴的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今天画这个斧劈皴，也是左右左右这样去皴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把我们山石的明暗结构处理出来，这是我们的目的，对吧？分出山石的，哎，鼓起来的地方，凹进去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目的。所以你只要掌握了皴的这个位置，你看对不对？皴的位置、皴的方向，哎，我们掌握住了以后，哎，万变不离其宗。你不管在画别的山峰，只是形状不同，
用笔的方法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哎，用笔的方法是一样的。那昨天没有完成的部分啊，我们今天把它完成。哎，我们看啊，我们昨天树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哎，树的部分，山，还有我们点景的房屋。昨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我们左边这个水面上的小船没有画出来。哎，今天把小船画出来，然后我们再上色。画小船，对吧？我们和点景的这个房屋一样，画的时候用笔呢稍微的干一点啊，哎，稍微干一点，这个墨不要太湿，哎，注意控制一下它墨这个水分。哎，在我们左面的空白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空白地方是我们的什么？是我们留的水面，哎，留的水面。那我们先画出这个，它也是在江边，对吧？有那种船篷的，哎，有船篷的那种这个船只。你看啊，先什么？先把上面的船篷画出来。大家注意一下，哎，先把船篷用笔呢，对不对？哎，用笔稍微的干一点，不要太湿。哎，先把船篷画出来，可以用一个，哎，我们不是这个尖号的一个小号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勾点景的时候，你可以用那个小号的。哎，我们画山石、画树木，哎，我们就用那个稍微再大的中号就可以。你看，哎，先把船篷画出来，画完船篷，哎，把它船篷的侧面结构，哎，稍勾出来，是不是？哎，这船篷，哎，侧面船舱的侧面结构勾出来，然后我们再画这个船身的位置啊，船身的位置，哎，船头，你看啊，有的同学就说，哎，老师，船头和船尾怎么有区别？你看啊，船头让它稍微的怎么着，得让它哎翘起来一点，是不是？哎，让它船头稍微翘起来一点，你看，哎，稍微翘起来一点。船舷，哎，双钩，你看啊，船舷双钩一下，哎，船舷双钩一下，下边就是我们船板的位置，对不对？上面铺一下船板，嗯，哎，铺一下船板的位置，哎，下面看啊，后面要勾一下什么呀？哎，这个船只来说啊，它的形状稍微大一点，是不是？哎，在江边的，你看，稍微画一个后面的结构，然后船身留出来，是不是？下边就是啊一个船杆、撑杆，你看啊，画撑杆的时候中锋，哎，中锋去画，哎，固定住是吧？哎，把它船我们要固定住，对不对？不能让它飘着，对不对？哎，固定住。你看啊，到这个船篷的地方，哎，因为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法，你看用侧锋，干笔侧锋擦一下船篷，哎，对，我们不用去勾啊，不用线条去勾，哎，稍擦一下这个，你看
对不对？把这船棚擦出来。再就是什么倒影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现代的画现代的这个船，哎，你看有倒影。你看要传统的时候，我们就什么？哎，直接用线勾出来，勾出这个水纹就可以。你看到现在来说，现在的表现手法，哎，我们就用侧锋淡墨，侧锋淡墨画出船的倒影。哎，把船的倒影画出来。哎，小船，对不对？小船完成以后啊，水面还有别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山石、平台，还有后面的山峰。哎，我们就用什么？也是用淡墨，淡墨。你看啊，侧锋把这个平台的倒影，哎，后边山石倒影，还有我们远山的倒影，哎，用淡墨，你看表现一下，哎，表现一下。画倒影的时候，我们墨注意不要太什么，哎，不要太重，哎，要用淡墨去画，对不对？哎，淡墨去画啊，你看水的倒影，侧锋把笔侧过来，看啊，把笔侧过来，近处的倒影的墨，对吧？稍微的可以重一点。淡墨来说啊，淡墨里边它也说，哎，也分着稍微颜色稍微重一点，稍微淡一点，它也不是一种，对吧？一种墨色。哎，到后面，你看到后边山脚的部分，看山脚的部分，哎，把墨淡下来，向下画出水的倒影，山的倒影啊，在水中画出山的倒影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哎，画出来。后面的倒影，我们画的这个时候，哎，可以稍微的让它长一点。你看啊，哎，让它长一点，因为后面是山的倒影，前面是山石的倒影，它的形状不一样。哎，画倒影也要有变化，你看对不对？山的倒影让它稍微长一点，前面的山石倒影让它短一点。哎，这是倒影的部分，长的部分完成以后，淡墨，看啊，淡墨把我们的山石结构，哎，山石结构，你看山石结构稍加一点，平台的地方，你看啊，前面平台的地方结构加深一下，哎，稍加深一下，看，哎，靠近水面的地方，我们常讲，对不对？靠近水面的什么山石，哎，比较什么潮湿，潮湿的话，我们用什么淡墨稍多加一点，对不对？哎，稍多加一点，靠近水面的地方，让它这部分暗下来，哎，让它暗下来，看完成以后啊，山石我们山石和树木对吧？树根的地方，哎，树根的地方加一点灌木，你看啊，加一点灌木，还是重墨，哎，重墨，就和我们点胎这道理是一样啊，点胎道理是一样。你看
把山就是树根的地方和山石衔接的地方，哎，加一些小的灌木，哎，小的灌木，丰富一下。哎，注意我们树干留出来啊，把树干要留出来。这样流出来。再一个就是啊，我们房子的下面，对不对？你看房子的下面，哎，也可以，对吧？也要加一点墨色，就是说我们灌木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，哎，我们从船上下来以后，这是平台，对不对？一个码头，平台上来，沿小路向后延伸，哎，向后延伸，这个台阶，哎，山路的暗部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靠近它的建筑下面的部分，哎，安排一些小的灌木，哎，安排一些小的灌木，哎，稍加一点，对吧？不要加它太多。哎，你看，就是靠近这个台阶和我们这个房屋的衔接部分，哎，安排一些小的灌木。再一个就是我们台阶，你看啊，台阶分不出它的这个亮面和它的这个断面结构，对不对？也就是暗面结构。你看啊，稍加一点淡墨，哎，把暗面的结构，就是我们这个山石的这个横断面，哎，稍加一点淡墨。你看它分成什么？你看分出亮的地方，对吧？这是我们这个亮面，然后稍加点淡墨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台阶这个横断的这个断面结构，对不对？哎，分一下，稍分一下。哎，这样就可以啊。这样就是我们稍亮一下，哎，稍亮一下，我们去上颜色，哎，去上颜色。哎，这个远山，你看啊，我们远山部分留白的地方是，哎，我们远山的部分用什么？不用淡墨啊，我们用颜色去把它画出来啊。到后面上色的时候，用颜色把它画出来。哎，上色之前，你看啊，先调一个赭石的颜色。你看，大家注意一下，我们开始上色的地方。同学们上的时候啊，上色之前也是要看一下我们的画面，对吧？你不要说湿的时候去上，画面一定要干了以后，我们再去上色。有的同学可能就是说墨还没有干，可能是这个问题啊，就是墨稿还没有干就去上色，哎，就会把什么把我们这个墨，哎，把那个墨线就会阴出去啊，就是它这个就是什么，哎，就是它这个画面，就一说，哎，控制不好，这就是把墨冲出来了啊。哎，上赭石，赭石里面啊，稍加一点藤黄，你看啊，哎，赭石里边稍加一点藤黄，单色的赭石，它的颜色，对吧？不柔和，比较燥，就是说一看这火气特别大，稍加一点藤黄，对吧？它的赭石，哎，就会比较柔和，比较柔和。你看啊，稍加一点，哎，先上什么？哎，先上山石的暗面结构。你看啊，暗面，来，我先，老师先对，稍等一下啊，我给我们同学们拍个墨稿，有的同学来晚了，来，老师啊，看一下。来，来，同学们，那个3位同学，我给你们拍个墨稿，一会儿发到班级群里啊。好了。嗯，嘿嘿。
好的啊，可以可以。刚才我们把这个木稿发到我们这个群里面了啊，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去看。你看，对，有喜欢啊，比如同学有喜欢这个水墨的，我常讲啊，喜欢水墨的就可以，哎，不上颜色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在什么这个基础上上淡墨，比如说云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云的地方，还有后边我们云雾的地方，你可以用淡墨去体现，哎，淡墨去体现。哎，我们今天也还是主要讲上色的部分，哎，还是讲上色的部分。看啊，这时大家记一下，我们只是上的什么地方？你看啊，上的这是上的山石的，你看啊，暗部结构，暗部是呢，就是我们村的地方。你看上的这个位置，这是赭石上的地方啊，上的山石村的地方，大家记住这一点，这是我们小青绿的一个着色方法。哎，小青绿的着色方法，过来。前面山石也是，你看啊，我们前面这个大块的山石，看这是也是上在我们村的地方，哎，虎皮村，还是上的时候上这个赭石颜色，就按我们虎皮村的这个方向，这个位置，你看是不是？你就记住这一点，哎，我们去加在这个位置啊，到这个位置，加在这个位置，你看，然后后面就是我们台阶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后边上山的这个石板台阶也是啊，加在它山石的台阶的暗部，哎，台阶的暗部，是不是？哎，大家记住啊，我们这个小青绿的第一遍颜色上在山石的暗部，哎，然后后面房屋，哎，后面房屋也是用这赭石去染，先染它的墙面结构，我们瓦的地方，对吧？还是用那种这个花青去染，先染前面这个墙面啊，还有我们这个阳台栏杆的地方，你看，这时，看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时去染，哎，这时去染，先把我们栏杆墙的地方、墙面的地方染出来，你看，哎，先染出来。再一个就是我们树干的地方啊，看树干的地方，我们上色也是，就是说用一点颜色，对吧？边用边去调色，哎，边用边去调色，不要一下调多少颜色，一个一个颜色去上啊，去着色，哎，边用边调，哎，边用边调，这样我们可以什么？哎，可以调节我们颜色的深浅，对吧？随时能调节我们颜色的深浅。这时藤黄，看啊，我画树干稍加一点儿，画树干的时候，我们染树干的时候啊，稍加一点淡墨在赭石里边，哎，稍加一点淡墨，哎，树干的位置过来，你看，哎，反过来，
让树干它的赭石色稍微的暗一点，对不对？哎，稍微暗一点，这个颜色稍微暗一点，和我们的山石的赭石颜色，对吧？有一点不同，哎，稍微有一点不同。你看啊，下来，小树枝也要用赭石去浮勾一下，哎，也要用赭石去浮勾一下，就是我们调的这个赭石颜色浮勾一下。你看，哎，来一点。后边树干也是随着我们墨的变化，我们常讲啊，随类赋彩，我们常讲这个。然后就是说，随着我们墨的变化，你看前面的树干，它的墨重，所以说颜色稍微深一点，对不对？稍微深一点。到后边，哎，我们颜色变淡了，对不对？后边你看都是用淡墨画的这个远处的树木，哎，颜色，你看我们画树干的颜色也是加清水，对吧？稍加点清水，它的颜色让它淡下来，是不是？哎，让它淡下来，哎，让它淡下来。到远山，你看啊，远山是不是？哎，远山和我们这个墨的对比来说，它的墨是不是变淡了以后，哎，颜色，哎，我要浅一点，哎，要浅一点。一定要注意我们上色的这个深浅的变化，是随着我们墨稿的墨的浓淡去变化啊，大家也记住这一点。哎，随着墨稿的浓淡变化去上色，这就是我们有时候同学出现的问题，就是哎，老师为什么我们的颜色上出来以后，这个不亮发灰？哎，这是我们上色的时候你没注意墨的变化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没有注意墨的变化，我们墨这个颜色是随我们墨的变化去由深由浅，不是说我们调这一盘这个一大盘这个赭石的颜色，对吧？这一个颜色你就去染啊，去平涂。哎，我们要随着墨的变化，颜色深浅去变。哎，赭石完成以后啊，你看，把赭石的部分上完以后，哎，我们下边上花青，上花青。哎，花青的颜色，哎，看啊，来一点花青。花青的颜色，哎，哎呦，大家朋友啊，小赞赞先点一点啊，我们的赞赞点一点，冲一冲。花青，嗯，好的，这有，来点花青。对，山水的直播时间是下午的3点半啊，朋友们。哎，花青，我们用一点花青，花青里面，对吧？稍加一点藤黄，看，单纯的花青，稍加一点藤黄，调个什么？调个浅绿色啊，调个浅绿色。看我们暗部上了赭石，留白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留白的地方稍加一点这个浅绿色，赭石不是赭石了啊，花青，花青加藤黄，你看，哎，花青加藤黄，就是刚才上颜色留白的地方，
哎，我们上这个颜色，你看，哎，上面留白的地方，哎，来一点。小青绿的时候，你看啊，我们画小青绿的时候，一定要什么打底色。每一次我们上小青绿，都需要什么打底色。过来，哎，远山的地方，哎，上浅绿。这是我们底色啊，这是我们第一遍小青绿，哎，第一遍的底色，哎，第一遍的底色，你看，下来，哎，赭石也要留出来啊，对吧？赭石不要覆盖住，让它留出来，嗯，哎，下来，这是底色，山石的底色部分，哎，我们完成。下边就是什么？你看啊，下边就是我们叶子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点叶的地方还是花青，你看啊，花青。这次花青里面加什么？不加藤花啊，加淡墨。哎，这个花青里边，哎，加一点淡墨，调成这个墨青色。哎，对不对？哎，调成这个墨青色，你看啊，来一点。哎，这墨青色。哎，我们用大一点的笔，你看啊，点这个颜色，你看啊，点这个颜色以后，也是啊，随着我们点的用笔，相同的用笔方法去点叶，对吧？点叶子的颜色，你看，哎，可以啊。为什么？有的同学说，老师这个印出来，哎，我们点叶的时候，让它颜色印出来，稍微自然一点。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印出来就是好像我们这个叶子上，哎，下过雨以后含的那种水分，你看，这样去表现出来。不用说，就是点的颜色就在这个墨的，对吧？这个墨色的里边，哎，可以印出来，尤其叶的地方，对吧？可以印出来。根据我们的需要，哎，也是上色也是根据我们的需要。你看我们画房屋的地方，染房屋的地方，对吧？尽量它的颜色不让它印出来，对吧？不印出它的结构。点叶的时候，你看可以让它印出来。反而多一个什么？多一个层次，叶子反而多一个层次，对不对？就是说墨是一个层次，颜色呢又一个层次，对不对？哎，可以稍微印出来，没问题啊。根据我们画面需要，哎，我们颜色做个调整，哎，做调整。你看，哎，我们前面啊，近景的树，这个树叶部分上好颜色以后，你看加清水，对不对？加清水，加清水，它的颜色就会变浅，对不对？变浅，变浅以后，哎，我们就上后面的浅淡墨的地方，颜色变浅以后，哎，我们就上淡墨的地方，哎，下来，看这个颜色和我们前面这个树叶的颜色是不是又不同？对不对？哎，又不同。
下来，你看啊，哎，是不是它的颜色又浅一点？然后啊，看剩了一点颜色，对不对？剩了一点颜色，接着我们再加清水，还加清水。你看，加了清水以后，它的颜色是不是又淡了一些？又淡了一些以后，我们还有，对吧？还有远处这个树木，对不对？哎，淡了以后啊，这已经是非常浅的一个颜色。哎，我们就染，哎，比较远的这个，你看，比较远的这种树木，对不对？它的颜色，你看啊，对不对？它的颜色一样的，都是花青加淡墨调的墨青色，它在这个树的颜色上面3个度，对不对？深一点，再浅一点，对吧？到远处以后，对吧？就是接近清水的一个颜色。哎，墨上有变化，颜色上也随着墨的变化，颜色由深到浅一个变化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上色了啊，注意它这个方法。有的同学就说，你看一个颜色由深到浅，它没有变化，对不对？它没有变化。哎，下面就是它的这个瓦片的地方，你看啊，瓦片的地方也用花青，对不对？也用花青去染，稍加一点，你看啊，也是稍加一点淡墨，调这个墨青色，去染那个瓦片的位置。这个颜色稍微重一点，因为它是这个近景的，对吧？近景的建筑，然后我们的墨相对来说比较重，所以说我们上颜色，你看啊，上瓦片的地方还是用墨青色，你看啊，还是用墨青色。过来，哎，看染出来，哎，把这个瓦片染出来，就是这种青灰色啊。我们调不出青灰色，我们就用这个墨青色，你看接近于青灰色的颜色去染一下瓦的位置，瓦的颜色，你看对不对？哎，就这个颜色，调好了这个颜色，染瓦的颜色啊，然后还是这个颜色，我们是染什么呀？远山，你看还是颜色，花青、淡墨，然后我加一点清水。我们让远山画远山的时候，颜色不要说这个太重，对不对？哎，稍加一点清水，我去画远山。哎，过来，你看啊，加点清水，笔尖去蘸颜色。哎，笔尖去蘸颜色。看，我们例2上色的时候要控制一下水分啊，就是说我们蘸了颜色以后，你看啊，蘸了颜色以后，在调色盘这个边沿稍微把这个水去这个刮一下啊，稍刮一下，然后再去往画面去上颜色。你看啊，如果我们你比如说你蘸了颜色以后，你去刮一下，这水分太大的话，容易什么？容易落在我们画面上啊，就不好处理了。所以说稍微控制一下水分。瓶盖呢没有这种，对吧？你要让瓶盖去上颜色，水分大一点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稍微的控一下水分。哎，瓶盖的时候你不用，瓶盖水分大一点也没问题。还因为什么？哎，它你不用担心说它这个水分太多，落在画面上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稍来一点，稍来一点。
远山过来。哎，画完你看啊，画完远山，清水下边用清水去晕染一下啊，晕染一下。哎，把远山部分虚下来。哎，把远山部分虚下来。你看到后面云的地方，它后面是云雾的地方。哎，还是用这个墨青色，花青调淡墨染的颜色，哎，去加一下，哎，去加一下。哎，你看啊，然后以后中间你看啊，中间这部分就是云雾的部分，对不对？树染完以后啊，树后边是我们云的部分，云的部分啊，我们需要什么？需要把它稍微打湿一下啊，你看啊，打湿一下，哎，把我们处理云的地方用水，哎，看，稍打湿一下，打湿一下为了什么呀？哎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我们晕染这个云的时候，过渡的自然一点，颜色过渡的自然一点。还有前面，你看啊，还有前面什么？哎，前面我们平台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平台的地方到我们右边的时候啊，它要过渡下来，颜色要过渡过去。还有水面，你看啊，水面的地方也要打湿一下。为了什么？也是为了后边晕染水面，颜色过渡的比较自然一点。好，咦，下来呀。下来，哎，喷完水以后，大家注意一下啊，哎，我们喷完水以后，不要说趁湿去染，要稍微晾一下，对不对？哎，稍微晾一下，我们再去染这个云的地方。我们可以用废纸把这个多余的水分，哎，稍吸一下，对不对？哎，稍吸一下。稍吸一下以后，你看啊，哎，稍吸一下，晾一下。我们先上别的颜色，你看，哎，我们这个房屋的地方，对吧？它这个上面的结构是稍微亮一点，哎，下面的结构它因为是这个放杂物的地方，对吧？它比较潮湿，所以这颜色让它稍微的重一点，也让它稍微重一点。哎，用稍微深一点的这个赭石，加一点什么？哎，加一点淡墨。你看啊，稍加一点淡墨，让它这部分暗下来。你看，哎，让它暗下来。哎，就是它这个下部结构让它稍微暗一点，哎，稍微暗一点。再一个就是什么？我们平台的地方，你看平台的地方还是用这个赭石，哎，还是用赭石。看喷湿的地方，哎，让它过渡过来，让它过渡过来。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平台的颜色啊，左边颜色稍微重一点，稍微重一点，然后
向右的地方，它这一块都是云雾，对吧？云雾空白的地方，你看，哎，让它自然的过渡过去，哎，自然的过渡过去。这就是我们打湿的画面啊，打湿了以后啊，上颜色方便的地方。如果你要干的去染，它是不是它就会显那个一道一道的笔痕？你看这样，我们去染，哎，颜色很自然的由深到浅，对不对？由深到浅，自然的过渡过去，哎，自然的过渡过去。哎，这是啊，这是加藤黄，对不对？这是加藤黄。我们用赭石的时候，尽量不要用什么？哎，不要用单色。大家记住这一点啊，尽量不要用单色。赭石里边稍加一点藤黄。如果想让它稍微亮一点呢，就是加一点朱标，稍微让它柔和一点，我们加藤黄。你看，让它过渡过来，由深到浅的变化。哎，由深到浅的变化。哎，再过来上面的台阶，你看啊，哎，上面台阶加藤黄，赭石加藤黄。哎，你看单色的赭石，对吧？单色赭石它有点就是说颜色，它比较就是说燥，不像这个加了藤黄以后那颜色那么柔和。哎，稍加一点啊，哎，稍加一点藤黄，再来一点，哎，再来点赭石，哎，复勾一下啊，哎，复勾一下我们台阶的地方。哎，哎，这样啊，你看平台的地方和我们台阶的地方，对吧？哎，都是比较亮的颜色，暖色调。下来，你看点景的地方，小灌木、花青加藤加这个淡墨，对吧？墨青色染一下，下面就是倒影，水的倒影。哎，在我们画倒影的地方，花青去染，哎，花青加淡墨去染，你看，哎，染一下，哎，倒影，对吧？这水面，哎，水面的倒影也是花青啊，花青加淡墨调的墨青色去染。这个倒影的部分，看，哎，倒影部分稍微长一点，你要超过什么？超过它的用墨画的倒影，对不对？颜色可以超出它的用墨画倒影的位置啊，超出来。哎，水面地方上染一下，我们没有加绿色啊，今天这个水面没有加绿色，就是用淡淡的墨青色，对不对？淡淡的墨青色去染的水面。下面就是啊，稍亮了一下，我们染云的地方，你看啊，染云下来，对不对？我们打湿了，是不是？打湿了以后，你看啊，染云的地方，
哎，这样去染，是不是和我们昨天画云又不同？是不是？哎，这种云的时候，它是大面积的云雾。哎，我们要求它什么？需要它大致的大的形状啊，大的形状，不像我们昨天表现云海，对不对？它有小的这个结构。你看，我们今天染云需要什么？大结构，要一个整体的云雾，对吧？要个整体的云雾的这个关系。哎，所以说你看，整体上这树的后面啊，这是整体的一个大的云雾。哎，不要处理那个云海的那种云的处理方法。你看，颜色呢要淡一点，要淡一点，用笔呢稍微虚一点。哎，稍微虚一点。上下，对吧？上下去上颜色，把我们中间的云雾衬托出来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颜色上下去加，中间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云雾的地方。哎，这是我们云雾的地方。先不要上的太重，我们上那个云的地方，哎，不要上太重啊，淡淡的去上，然后用笔呢要虚，颜色要淡，对不对？不要说你画的云雾，就是说一看颜色特别重，对不对？哎，下边看，下面我们上走的这个台阶部分，哎，也要稍微染一点。看这是什么？哎，表现我们这个山里边下过雨以后，对不对？那种湿漉漉的那种感觉。哎，我们画描写的是这种景致啊，这种景致。哎，染完以后啊，下面稍亮一下。哎，上完以后啊，我们这是第一遍的颜色。哎，第一遍颜色稍亮一下以后，我们上，你看小青绿不是一遍颜色，对不对？那小青绿不是一遍颜色啊，稍亮一下，哎，我们在山石的部分还要上一个这个第二遍的颜色，第二遍的颜色，你看第一遍颜色上完以后啊，我们稍亮一下，稍亮一下，我们调一下第二遍的颜色。对，对，我们这个现在用的纸啊是一样的。我们这个小青绿的来说啊，上小青绿的来说，和我们浅酱不同的地方，浅酱的呢，如果上完那个墨稿以后，浅酱的是什么？赭石花青，对不对？然后可以有的地方加一点藤黄或者加一点淡墨就可以。我们上小青绿的颜色，对不对？哎，先要打底色，打完底色以后，我们再上第二遍的颜色，就是说上石青啊或者石绿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我们小青绿的一个着色方法。哎，你看啊，我们第一遍底色的地方，赭石，暗部赭石，对不对？亮部上的浅绿色，哎，上完以后稍亮一下，我们开始上第二遍的颜色。第二遍颜色就是什么？以这个石绿为主，对不对？以石绿为主。哎，看啊，加一点花青，花青，藤黄。看啊，我在这调色盘里边调一个浅的颜色，哎，调个浅的颜色，浅绿的颜色。看调完以后，在这个颜色里边加什么呀？哎，加一下三绿。你看啊，稍加一点三绿。哎，花青藤黄，加点三绿，来一点。
上色的时候要注意什么？不要太颜色不要太重，哎，不要太重，稍加一点。这个颜色调好以后，大家不要着急啊。我们上完颜色以后，对吧？可以给大家留出这个截图的时间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先上颜色。你现在截图来说，你看啊，你现在截图来说，这是第一遍的颜色，对吧？还没有完成，对吧？我们上完颜色以后，哎，再去截图，你看都是完整的一个画面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调完这个颜色以后，上在什么地方？哎，上在我们第一遍上浅绿的地方。你看，哎，上浅绿的地方。稍等一下，你看啊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上在我们第一遍上浅绿的地方，然后注意什么？注意我们上色的时候要把我们第一遍的赭石地方，哎，要留出来，对不对？留出来平衡一下画面，平衡一下画面的颜色。然后你看啊，前面的山石，哎，后面你看染的时候，它这个绿色，对不对？上在什么？上在我们山石的顶部啊。大家记住，上在山石的顶部。哎，上到这个位置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哎，上在山石的顶部，然后看上颜色的上来以后啊，加清水，把我们这个绿色，把它颜色调浅一点，调浅一点以后，我们什么上后面的颜色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浅了以后，哎，上后面的颜色，因为后面的墨稍微淡一点，是不是？哎，随着我们这墨的变化，颜色也要变化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一点大家要记住。随着墨的变化，我们颜色也要有深浅变化，也有深浅变化。下来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，注意是不是？哎，我们前面墨重，颜色稍微重一点，到后面你看，随着我们墨的由浓到淡，我们颜色也是由深到浅一个变化，是不是？哎，一定要注意这个，上色的时候要注意这个，不是说就是说平涂啊，我们颜色不是平涂，就是说整个画面一个色调去上，对不对？它有深浅变化，哎，它有深浅变化。然后你看有赭石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它的颜色还有个过渡，就是稍微发一点什么，发一点红一点的这个浅绿色。然后山顶的地方，我们有的有的花青和这个藤黄调的浅绿色打底以后，看这颜色是不是？哎，就比我们单色的上来说要厚重，要鲜亮，是不是？哎，要注意，我们这是打底色。哎，打底色以后，在第二遍上颜色的时候，我们的画面的颜色会厚重，然后也鲜亮。哎，来一点，你看，稍来一点。哎，上完一次，你看，用完以后啊，我们把这个调色盘的颜色用完以后，再去调，不要说一下调多少。我一直强调，我们上颜色不要一下就用一个调色盘，对吧？一下调出一盘子来，就是一个这个色调，对不对？没有深浅变化，哎，没有深浅变化。你看，调的时候用完再调，对不对？这样它就产生嘛，产生颜色的深浅变化，对不对？它就产生颜色的深浅变化。也需要
你看，有的时候啊，你看我们上这个画现在的山水来说啊，有的时候你可以在上色之前你去点胎，有的时候啊也可以上完颜色以后我去点胎。为什么？哎，因为有时候上的颜色完成以后，需要我们提醒的地方，哎，我再去点胎，用重墨去点胎，醒一下画面。这是我们就现代手法来说，不是说不点胎，要点胎，是到上完颜色以后干了以后，我们再去点胎，是这样的。它和我们传统的就是区别在这儿，传统的也有，就是说我们上色之前点胎，点完胎以后，上完颜色以后干了以后，它还要在原来点胎的地方再去加重墨，去点醒一下画面，我们现代山水来说啊，也就是说上完颜色以后，需要我们提亮的地方或者是提醒的地方，我们再去点胎，就是后期就去点胎的啊。你看，再调一个，还是这个绿色，对不对？你看远处的山脚部分，哎，远处的山脚部分，稍来一点，看它这个颜色来说，对不对？随着我们后边墨淡了以后，哎，稍加一点颜色，哎，它的靠近水面的地方还是什么？哎，还是赭石，对不对？还是赭石，哎，稍加一点，稍加一点，哎，把前面山石，哎，我们这个盘子里面还有颜色，对不对？哎，还有颜色，我们稍加一点，加在我们加的时候，不要说整个山石去加，加的时候就加在我们石头的顶部位置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加在石头的顶部位置，它不是说整个面积你去加颜色的时候，哎，一定要加在哪？加在它的顶部。它加颜色也是一遍颜色比一遍颜色位置面积要小，大家记住这一点啊。加颜色也是不是说整个面积去加，是加第二次颜色、第三次颜色，使它的面积是逐渐变小。哎，山顶加一点，哎，山顶加一点，看，把这个我们调的颜色，对不对？用完以后，哎，我们再调别的颜色，稍调个别的颜色，花青、淡墨，看，哎，再调个花青、淡墨，我们调一下什么呀？加一下我们后边云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加一下后边云的地方。二遍是啥绿？你看啊，我给大家说一下，大家可以扣在公屏上啊。我们第二遍的颜色是花青，啊，花青加藤黄，然后加三绿，花青藤黄加三绿，这个三个颜色调在一起的啊。大家可以把这个三个颜色打在公屏上，大家加深一下印象啊，加深一下印象。对，花青藤黄三绿。对对对，哎，花青藤黄三绿。看，哎，这个我们开始加云的地方的颜色，你看加的时候，在我们原有云的颜色的面积上，哎，不要说整个去加，对不对？要局部的去调整，哎，局部的去调整。对，看好多同学啊，上课非常认真，哎，非常认真。一说，哎，这个绿色是什么颜色？你看。马上就打在公屏上就知道啊，就是这三个颜色。嗯，哎，稍加一点，对不对？稍加一点，在原有的
是染匀的颜色上面，哎，稍加一点，哎，稍加一点，让它匀，对不对？它也有深有浅，它匀的薄厚，就是有的匀厚一点，有的匀浅一点，薄一点，哎，就是靠我们颜色的深浅来体现。你看，我们把远处这个颜色稍微加的深一点，就是什么？哎，这一块就是云层，相对来说比较厚，对不对？哎，比较厚。然后你看到前面这个位置，颜色，对吧？让它浅一点，就是什么？哎，就是这一块的云比较薄。看，下过来，哎，你看啊，把这一部分，哎，让它颜色稍微的重一点，哎，稍微重一点，加深一下它云的形状，哎，加深一下它的云的形状，是不是？你看稍加以后，它的云的形状是不是比开始的时候明显了很多？哎，稍加一点，哎，稍加一点，哎，你看这一部分啊，也加点颜色，哎，加点颜色，哎，过来，这一部分你看啊，哎，这一部分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这个山中的树以后，对吧？形成一个这个树荫比较浓密的地方，哎，这一块让它颜色稍微的深一点，对不对？让它透进去，哎，让它透进去那种感觉，哎，所以这一块啊，颜色稍微的让它深一点，哎，稍微深一点，你看，哎，过来，哎，让它稍微深一点。哎，下过雨以后，一看这个树的缝隙，对吧？哎，我们的小路，哎，上山的小路两边，对吧？都是树木，哎，上面下过雨以后，湿漉漉的那种感觉，哎，你看，哎，让它稍微重一点，对不对？哎，稍微重一点，哎，过来，看，这样它的云的形状是不是？哎，就比我们第一遍的颜色，它的云的形状，哎，就会清晰很多。哎，注意它深浅的变化，哎，有深有浅的颜色，哎，有深有浅的颜色，过渡过来，哎，倒影地方，该暗的地方也是，对不对？靠近这码头的地方，你看，让它水面颜色稍微深一点，对吧？让它稍微深一点，哎，稍微亮一下，我们再上船的颜色，对不对？哎，船的颜色也说这一块也是比较湿的，打湿了以后啊，这一块比较湿，稍微亮一下，我们再去上颜色。第三遍也是，你说是第三遍是云的颜色还是我们山顶的颜色？还是这个同学，你就说第三遍是什么颜色？我一直不听的那个没说啊，没听懂。我们云的地方，云的地方啊，云的地方，我们上的也是这个啊，还是第一遍的颜色，就是花青加淡墨调的那个墨青色，还是这个颜色，稍微加了一点啊，稍微加了一点，它有个深浅变化。看啊，哎，我们稍亮一下以后，颜色干了的地方，比如说啊，我们颜色干了的地方，我们要做一下调整，就是说我们加一下颜色。像房屋的地方，哎，房屋的地方啊，窗户啊，门，对不对？还有它的墙面颜色，哎，稍微加一点。加的时候还是赭石、藤黄，对不对？
还有这两个颜色，哎，这是藤黄，你看，加在什么？哎，加在我们窗的位置，稍来一点，让它颜色稍微的深一点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窗的位置稍微深一点，哎，加一点，你看，哎，稍加一点。还有什么地方？你看，还有我们这个栏杆的地方，哎，栏杆的地方，用颜色，用赭石颜色复勾一下，对不对？哎，复勾一下，哎，在墨线的地方，哎，稍复勾一下，哎，过来，你看，哎，复勾过来，对不对？哎，稍加一点，哎，稍加一点颜色，看啊，哎，稍加一点，过来，稍复勾一下，然后你看啊，我们上这个建筑的墙面这个颜色，侧锋，对吧？不要平涂，对吧？也不要平涂啊，侧锋稍加一点。哎，注意该留白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该留白的地方我们要留白，该留的地方要留白，该上颜色的地方上颜色。哎，注意这个，下来，你看，哎，稍微加一点，对不对？穿的地方，赭石、藤黄，你看啊，赭石、藤黄。哎，先让什么呀？哎，先把这个船棚染出来。你看，哎，稍加一点，稍加一点，然后就是船的位置，沿着结构线，看啊，沿着结构线去染颜色，哎，去染颜色，对不对？它的颜色，我们画这个画船以后上船的颜色，颜色不要太重，对不对？把这个墨线要留出来，哎，墨线要留出来。哎，它的树干结构稍加一点，哎，稍加一点。瓦片儿，看啊，上完一遍颜色以后，看第二遍上瓦片的地方，花青、淡墨，哎，把这个房檐的地方，你看啊，把房檐的地方稍加一点颜色，哎，稍加一点颜色，对不对？哎，稍加一点，让它就是房顶的位置，哎，颜色稍浅一点，然后靠近房檐的地方，颜色让它稍微重一点，颜色一个深浅变化，哎，有个深浅变化。下边就是啊，我们灌木，哎，一直没有上颜色的地方，花青、淡墨，你看这个树根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它的灌木，花青、淡墨调的墨青色，加一点，哎，稍加一点，染一下，你看，染一下。到后面，你看啊，到后面我们船的倒影，让它稍深一点啊，船的倒影让它稍深一点，哎，再加一点颜色，
哎，再加点颜色。给这个近景的山石，对吧？中间这山石部分倒影，要稍深一点，稍深一点以后，把我们前面这个平台，是不是？哎，把平台拖出来，哎，把它明显一点，让这平台哎明显一点。灌木，你看啊，右边小的灌木稍加一点，哎，稍加一点。平台颜色稍加一点，做一下颜色深浅的调整。哎，我们做一个深浅的调整。哎，你看近景的山石，哎，近景的山石稍加一点。你看干了以后，它的颜色稍微浅一点，还是用这个颜色啊。我们用这个花青藤黄，对吧？花青藤黄调一点三绿，调点三绿，把我们近景的山石稍加点颜色。加的也是啊，加在山石的顶部，你看，哎，加在山石的顶部，哎，这一块的山石让它颜色稍微重一点，因为它是比较靠前的一个山石，对不对？哎，让它稍微重一点。在后边颜色，看它的颜色分出和我们刚才上那个树的颜色一样啊，对吧？它分这三个颜色等级，对不对？稍微重一点，浅一点，对吧？比较浅，这三个颜色。你看到我们画山石也是，你看近景的山石颜色让它稍微重一点，对吧？这个颜色就比这个颜色要浅一点。哎，它在颜色上，哎，有一个变化，对吧？那亮度上也有个变化。哎，到我们远山，你看对不对？山顶地方，哎，稍加一点。湿的时候，你看啊，湿的时候我们的颜色是不是感觉比较重，对不对？比较深颜色。干了以后，它会向浅的颜色走一些，它就不如干了以后的颜色那么浅。所以说深的时候稍微颜色稍微重一点，等它干了以后，就是达到我们需要的这个颜色。哎，下来，你看啊，是不是？我们每一次上色都是比第一遍的颜色面积要小，是一层一层的去缩小的啊，缩小的。你看第三遍我们上色的时候，只上的山顶的石头的顶部，对吧？山峰的顶部，石头的顶部，对不对？哎，一定要记住上色的时候，加色的时候一定要一遍颜色比一遍颜色的面积要小啊。